大家好，我是 Klaus。研究中国历史，很容易忽略一个特殊的历史群体，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士绅阶层。很多中国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士绅，因为现在这一阶层在中国已经完全灭亡。但事实上，士绅阶层才是在几千年改朝换代的中国历史中真正的推手。士绅阶层的消失，也是现在的中国和古代中国最大的不同，而这一点可能会改变你的历史观以及对未来中国的看法。您且听我娓娓道来。简单来说，士绅就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宗族族长、团练领袖、书院山长、私塾教师、地主富商等。士绅和贵族有一定重合的部分，但士绅与贵族主要有两点不同。第一，贵族拥有政治权利，而士绅并不一定有官场的身份。士绅非官非民，亦官亦民，介于官民之间。第二，贵族更依赖于政治权力，而士绅更依赖于底层平民，所以贵族的兴衰会伴随着王朝的兴衰。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王朝最多不过300年，但是一个地方的士绅就可以延续很久，有很多地方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几百甚至上千年以前。士绅阶层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土地和人口的垄断。我们都听过一句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实际上，由于古代通讯和科技不发达，古代的统治者并不能直接控制土地和人口，土地实际上是掌握在士绅阶层的手中。士绅阶层就相当于统治者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不管是粮食、税收、征兵，还有各种政策，都必须要通过士绅阶层这一中间媒介传达到底层人民。所以有句话叫县官不如县管，介于官民之间的士绅阶层才是实际控制和影响人民的。第二个是文化和信息的垄断。古代信息闭塞，教育没有普及，底层百姓多数不识诗书，不管是丧事喜事，甚至孩子起名字还是写对联，都要找士绅解决。对于外界的信息来源也是通过士绅阶层。这种文化的垄断，一方面通过血缘关系维持在家族内部，另外就是通过拜师和门下弟子垄断在师门关系内。特别是有了科举制度之后，更加巩固了士绅阶层对文化的垄断。参加科举考试需要士绅的引荐，就算是自学成才的寒门弟子，也要依附于士绅成为其门生，才能进入上层社会。士绅阶层这种介于官民之间的特殊地位，也就赋予了他们两种不同的身份。第一个就是中央的代理人，传达国家和统治者的意志，他们是人民的实际管理者，也就容易成为政权的爪牙，形成一个藏污纳垢的利益集团，圈地占地、偷税漏税、欺压百姓等。另一方面，士绅阶层又是地方的保护者，他们在地方盘根错节的力量，成为了制衡中央集权统治的地方势力。特别是在中央政权分裂和混乱的年代，士绅肩负着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或者说士绅的管理是地方的自治，他们更接近于底层人民，会比统治者更了解人民，他们比统治者更能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在政权腐败、统治者昏庸无道的时候，他们能代表地方和民间与中央和官府对抗，甚至在中央政权衰落的乱世，能摇身一变，揭竿起义，成为地方军阀，甚至参与改朝换代，推动社会变革。看古代王朝的缔造者，大多数是出自士绅阶层，真正的草莽百姓是极少的。士绅阶层的这两种角色，使得古代统治者一方面不得不依赖于士绅，同时又需要不断的和士绅争夺地方话语权。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主要就是中央和地方的斗争，以及统治者和人民的斗争，而在这中间的就是士绅阶层，是他们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兴衰。到了近代，从明末清初开始，士绅阶层开始发展出资本主义萌芽。到了清末民初时期，士绅阶层开始下海创业，带动了中国科技和工商业的发展。士绅阶层这一底层自治管理者，到了中共成立之后，就彻底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灭亡了。灭亡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士绅阶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垄断，在土改之后，土地收归国有，士绅阶层的乡绅和地主也同时遭到了肉体上的消灭。第二，
士绅阶层失去了垄断的文化和教育系统，没有了科举制度，私塾也被取缔，传统文化被全面否定和批判，知识分子也遭批斗和肉体上的消灭。第三，氏族制度被全面摧毁。氏族制度是中国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代。家族的族长在家族内部拥有很高的影响力，他们就是由血统组成的自治团体，也是与中央集权抗衡的力量。在中共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中，对宗室祠堂以及族谱等大肆破坏，消灭了士绅阶层的血统基础。中国几千年有过无数的朝代，对于不同的政权只是换个人做皇帝而已，但是士绅阶层却一直存在。而现在士绅阶层的消亡，这一点是现在的中国和以往几千年的中国最大的不同。这个不同会大大改变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古代中国最大的统治方式就是中央集权，但是由于士绅阶层这种介于官民之间的地方和民间的自治的存在，使得集权并不能彻底，统治者的意志最多往下传递到各级政府，并不能直接传递到民间，造成山高皇帝远的情况。统治者虽然打压士绅阶层，但同时也不得不依赖他们，这种局面一直都没有解决。也就是说，虽然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特色是中央集权，但实际上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做到真正的中央集权，只有现在的中共国做到了。因为现在交通便利，科技发达，语言和文化统一，政府不再需要依赖士绅这样的代理人，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传递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比如在以前，如果一个士绅或者地方官员造反，那么他下面的人很大程度上会受他的影响，因为皇帝离他很遥远。而现在的中国，如果某个官员想造反，那么他下面的人可能会更服从于中央和领袖的意志。也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那种传统的自下而上的造反革命可能会随着士绅阶层的消失而消失。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视频我们讲述了中国的金融暴雷事件。网友 Raymond 晃说，我曾经在一家 P2P 公司上过班，影片说的都是真的，也就是因为这件事让我醒悟了。网友1989 Sagas 说，我是在2018年杭州云端金融暴雷的受害者。云端金融 60% 由国企中煤西部持股，中煤西部由国企中富达 100% 持股，中富达由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100% 持股，至今仍分文未归。网友 OYY House 说，我在加拿大10年前参加过一个美国的传销，投资1万美元，之后这家公司暴雷，美国政府主动联系受害者，提供当时的汇款记录、核实身份以及证据，之后几年分几次寄了支票给我，我目前已经拿回了8000美元。另一个故事，2007年在加拿大买了楼花，08年金融危机开发商倒闭，定金还能通过律师全额退还给买家，这真是万恶且神奇的资本主义啊！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